第1章，凉了，要被吃了。呜哇呜哇呜哇，有气无力的哭声在四面透风窄小的房间中回荡。一名女子紧紧地搂抱着怀中的孩子，用近乎已经可以算是破棉絮的被子为孩子抵挡着从门窗渗入的寒风。房间内很昏暗，一如那阴暗的气氛。一点似乎随时可以熄灭的油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。呜哇呜哇呜哇，唐三再次试图发出声音，但发出的也只能是这最基础的哭声。来到这个世界有几天了？是的，只有几天。他刚刚出生，也就是3天的样子，可他却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不妙。身为曾经的一代神王，为了去追寻自己转世的妻子，他放弃了一切。总算在神石快要熄灭之前接收到了一丝感应，于是他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无论曾经的他有多么强大，可同样是重生了的他，现在也只是一个婴孩儿罢了。最宝贵的是前世的记忆，最可悲的是记忆再强大也改变不了他这脆弱而纤细的小小身躯。出生3天，吃着这个世界母亲贫瘠的奶水，他现在甚至还没法听懂这个世界的语言。毕竟，这也需要时间。可他却明显感觉到，自己重生到的这个世界中，恐怕比想象中还要艰难。前世的他，怎么说也是出生在一个铁匠家庭，而且自己的父亲还是隐藏的一代强者，甚至自己也拥有着强大的天赋。可现在的他，最大的担忧却是自己能不能活下去。长途的宇宙寻找，令他的神识只能是勉强承载住记忆，除此之外，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可他也能感受到，自己这小小身躯是何等的凄惨。自己这位母亲，长期缺乏营养的缘故，导致自己这重生的身体，也是绝对意义上的营养不良。甚至连哭声都很微弱。前世的他，也是有孩子的人，正常孩子应该怎么哭他还是知道的啊。可现在的自己，却连哭都费劲。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要断气似的。虽然他从未想过自己会重生到一个含着金汤匙的家庭，却也没想到会这么惨。神王重生，随时要死，那岂不是一切就结束了？写小说都用不了1章就全剧终了。不过，在这短暂的3天时间内，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东西。对这个世界有着些许的了解，之所以感受到自己的处境不妙，和这份了解也有很重要的关系。他重生的还是人类，至少是和自己曾经那个世界相差无几的人类。可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类似乎是非常卑微的存在，简单来说就是奴隶，是作为高等种族的奴隶。所以才会这么凄惨。3天了，他没见过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父亲，就只是和自己这位母亲相依为命。每天会有衣衫褴褛的其他人类，悄悄地送一点吃的过来给自己这位母亲，这才能维持着他们的生存。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木然，或者说是麻木。似乎对于眼前的境遇，他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唐三毕竟是有前世记忆的，神识也会让他在这个世界的神魂比正常人强大一些。而他之所以还没有学会这个世界的语言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这些人类都很少说话交流。就算是说话，也就是简单第几个字。自己这不会是凉了吧？唐三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忍不住又呜哇呜哇地哭了2声。小五，你要是转世有灵，一定要保佑你的老公啊！别的不说，先保佑你的老公能活下去，不然我们就真的无法在一家团聚了。
身体的虚弱让他不知不觉间又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而这样浑浑噩噩的日子整整过了1个月，每天吃着母亲的一点点奶水，总算是没饿死。但小小身躯的虚弱自然还是毫无疑问的。以唐三对自己身体的感知，那脆弱的小经脉啊，那弱小的身躯啊，这都快1个月了，自己的体重恐怕也就是5、6斤的样子，跟前世正常的刚出生的婴儿差不多。砰！脆弱的房门突然开启，这还是唐三在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的最大的一次声音。下意识地睁开眼睛看去，一个身材雄壮的家伙从房门处钻了进来，看到他的样子，唐三不禁有些发呆，因为这真的不是人类样子。在他曾经的世界，各种怪物也见得多了，但眼前这个绝对是有些新鲜的。钻进来的这个应该是雄性，类似于人的身躯，身高足有2米开外，却长着一颗狼头，獠牙突出，身上带着淡淡腥气，那强壮的体魄差点把门框都挤破了。1个月了，给我！狼人低吼着向唐三这个世界的母亲说道。唐三的母亲搂紧了他，眼眶中泪水几乎是瞬间就流了下来。1个月，唐三也总算能简单的听懂一些这个世界的话了。他这个时候内心却有种难以言喻的感受。这狼人要的显然是自己，把自己要过去干嘛？吃吗？